てくる。そして連打5月6発。日本のランキングは。止めるっていうのはいい作戦ですね。中国小钢炮远赴日本参赛，赛场当中追着日本拳击冠军狂殴不止，看待现场裁判，日本拳坛瞬间炸锅。好，那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一场中日男子拳击大战58公斤量级的一场精彩对局，由蓝方选手李健佑仪日本的拳击冠军大战我们中方选手王俊光。这场比赛的话是一场两人之间有着不小的恩怨因为王俊光的师兄呢，在上一场比赛被对方的李健佑仪用重拳打断了3根肋骨，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的中国小钢炮王俊光是远赴日本，也是只身一人前来复仇。好的，比赛开始，看一下，那么蓝色拳套的是日本选手李健佑仪，而红色拳套的是王俊光。双方不仅是有着一定的恩怨包括赛前对方的日本选手也是比较猖獗，当着媒体面前表态，这场比赛呢，如果王俊光能够挺过1回合都算咱们赢。但是王俊光当即也是回应了对方日本选手表示你今天能够站着走出去算我输两人的火药味可以说是再一次得到了升级。比赛一上来，王俊光这边的整体进攻呢打的还是比较激进。哎呦，这里6记组合拳在短短不到2秒钟之内打了出来。王俊光被誉为拳坛小钢炮，15岁开始接触拳击。那么比赛上来可以看到，王俊光在整体的状态上呢是占据了绝对性的主导优势。好，又是一套组合拳。对方的李健佑仪呢，他的整体身高臂展上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哦呦，王俊光又是连续的左右开弓，这里的话，王俊光他的拳速实在是太快了不愧是拳坛小钢炮因为他的好的，比赛来到第2回合，看一下在第2回合王俊光能否再度持续第1回合的火力。连续扔蹬腿，对方的日本选手呢是打算保持好一个距离。
車しっかり噛み合わせています。時折よく見て膝。ミドル欲し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今左の前蹴り。いや、これさっき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相手がガンガン攻めてくるから、それにちょっと押され気味な。これ思ったより効いているのか。里見です。距離取ってる時はこうやってガード下げてジャッジしてもいいんですけど、近づいた時はさすがに上げないと危ないですよね。パンチがあるんで。もうそこはワン・ジュングアンもタイミングよく見ています。状態もよく動く。ダリハイは里見。ノーモーションでワン・ジュングアン。第2ラウンド終了です。それはまた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です。好，来看一下比赛，进入到今天的第3回合。今天是3回合的赛制，也是本局比赛的最后一回合的对拼了。那么王军光，我们的中国小钢炮啊，一位20岁刚出头的少年。那么今天他在日本的擂台呢，已经在前2回合呀，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啊，完全是有这个可以为师兄复仇的这么一个本領。なりますか？もちろん必要ですね。でペースを取ってからパンチですよね。2ラウンド目はずっと待ちでカウンター狙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どんどん取られてしまってるんで、そうなるともう出なきゃならないですね。とにかく得意の重いやつをどんどん蹴って、それは蹴ってからしっかり自分の前取ってからね、出すなら。あと膝も今持ってるので、近づいてきたら思いっきり膝刺すとか。ここです。刺そうとする。いや、佐伯さん、やっぱり里見に期待することあ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ですね、強い。そうこれどんどん蹴る。可以看到是王俊光，只要一有機会，就像对方的这个李健佑以呢发起自己的重拳打击。ワン選手ね、どんどん顔前に出して打ってくるんで、実はこれ飛び膝とか顔面前蹴り決まります。それが逆にこれポイント。里見、そこに狙いを定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前進はワン・ジュングは右。もう近づいたら膝です、膝。射程圏内には何度も入ってきます、ワン・ジュングは。下がり方が悪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か。これどんな風にしていけばいいんですか？できる体勢の状態で下が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プッシュできない状態ですから。そしたらパンチも乗らないんですよね。今膝。押されちゃうんですよね。これも軸が崩れちゃうんですね。大振り、ワン・ジュン。好，王俊光又是一波进攻，压制住对方的李健佑仪。此时的对方日本选手呢，他想反撃，但是近距離的鬥狠呢，明顯是我們的小鋼炮王俊光更具有殺傷力。思いますけれども、蹴りたいんですが、佐伯さん、ちょっともうワン・ジュングアンってもうこれ止まらない、そういうタイプですよね。スタミナもすごいですよね。とにかくも減らない。攻撃続けて、また何か軸、柱の強さを感じさせます。気持ちが強いと言われる中国陣営の中でワン・ジュングアン総先行。而且更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打到比赛第3回合还剩30秒钟的时候呢，此时的王俊光的战斗力以及状态呢还是很火热啊，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能够进攻对手的机会。反观对方的李健佑仪呢，实际上在本局比赛当中啊，他根本没怎么出拳，但是反被打的看起来要比这个王俊光啊还要累。那么这么一个娘炮般的拳王，我不知道日本官方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啊。那据说上一场比赛王俊光的师兄被他打断肋骨的，也是有现场裁判的帮扶。好的，那么今天的比赛结束了，来看一下最终的判罚。那我相信这个裁判以及觀眾的这个眼睛应该不瞎，所以说本局比赛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ジャッジ勝本30対28赤ワン。2人目はワン・ジュングアン2ポイント差。ジャッジ永瀬30対28赤ワン。ワン・ジュングアン日本 VS 中国。好的，本局比赛一致判定王俊光斩获了本局比赛最终的一个胜利，打得确实非常的精彩。我们的中国小将本局比赛不仅是复仇成功，而且在这个日本东京的擂台呢，也是展现出自己绝对性的一个压制力以及绝对的实力。好，让我们恭喜王俊光，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还有谁？你要干什么？我要拿世界第一！再说一遍，我要拿世界第一！
外国百胜拳王来中国嚣张踢馆，比赛还没开始就顶头挑衅中国小伙，下一秒小伙霸气回怼，吓得现场裁判赶紧阻拦。31战31胜31场 KO 的中国小将霸气出山，这场比赛是要为中国捍卫住荣誉。好，那相信在赛前呢，各位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中国选手霸气发言啊，表示要打进世界第一，要成为世界冠军，谁敢拦他就打飞谁，没有错啊！放出如此豪言壮语的就是今天的我们中国选手，红方选手徐元庆。好，比赛开始来看一下，红色短裤是徐元庆，那蓝方选手的黑色短裤来自于格鲁吉亚的拳坛王者伊戈尔。双方今天是一场9分钟的大战啊，3回合3分钟。徐元庆才21岁啊，他是个00后，也就是20周岁，年少成名。18岁的时候啊，就已经是31战31胜31场 KO。这个战绩啊，当时的这个死神方面知道之后，都感到害怕。因为这个死神方面啊，当年拿到40连胜的时候呢，他已经是30多岁，而此时的徐元庆才20岁啊，就已经是30多连胜，而且100%的 KO 率。是。喂，75公斤级啊，这力量感确实是在的。看伊戈尔啊，左侧肋部已经有红肿的现象出现了啊。已经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那双方一上来的话打得还是很凶，双方的这个拳击密度打得还是很大，尤其是对方的这个伊戈尔，压得很凶。亏了呢？就是我不知道他今天在看徐元庆这个比赛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双方从拳速上来看的话，还是徐元庆的这个拳要更快。你看，哎呦，这个前手点刺打得很快。这个伊戈尔呢是典型的啊，这个格鲁吉亚的作战风格，你看，而且这种大轮摆啊，还有点这个俄罗斯选手的味道啊。好，连续踢腿，徐元庆还是想把控好距离，打这个外围，但对方啊还是想冲过来啊。分开，点呛啊？这呛火这个劲儿，新闻发布会上延续到了现在，还是没有过啊。漂亮！好，飞膝。00后一代当中呢，可以说徐元庆他的实力啊，知名度都是最大的。你像死人方面啊，都亲自这个指导过他。好，没有错，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还是非常的精彩啊！来自于中国的00号悍将徐元庆大战啊，格鲁吉亚选手。双方在第一回合对拼的火药味还是很浓，因为对方的这个伊戈尔很猖獗。在赛前的媒体发布会现场，对方的伊戈尔也是表态啊，他说：“我认为全世界最好打的人莫过于中国人。下一场比赛我有十足的信心，将会在2回合之内把中国选手打到下跪求饶。”然而啊，比赛第2回合来了，咱们来看一下对方的这个伊戈尔啊，究竟啊有没有这个本领？双方在第一回合的换拳上来看啊，对方的伊戈尔呢，他的拳啊打得很猛啊，看起来好像很凶，但是观众朋友们啊，他的这个精准度啊，你看，并不是很高。高扫。实际上徐元庆啊，今天打迎击就可以啊，对方只要打轮摆，我们立马就迎击。因为对方的这个拳速啊，并不是很快啊，这个漏洞还是比较多。你看，这对于头部的防守啊，对方这格鲁吉亚选手完全不错，就像武僧一龙一样。就是这个逻辑，就是你要拼的话，就跟对手要能够顶住对手，要跟对手能拼得住。是。李慧听到了吗？雨辰老师很想念你。对，我很想念他。徐元庆今天非常的灵活。是。
速度非常快。对，所以一上来我会觉得他有一个对方还是很抗揍啊，面对徐元庆连续的重击，像这种累加性的伤害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重啊，但实际上打得越久，对方的伊戈尔啊越受不了。还要小心了。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好飞膝，哦呦，这一下有打中。就现在的这个比赛状态，我对方有点晕。消极进攻，而我觉得他是徐元庆在刻意的去控制比赛的节奏，是在控制自己的节奏。哇，我这个格鲁加选手啊，很抗揍。回头我们一定要调查一下对方的伊戈尔啊，看看是不是武僧一龙的徒弟，完全有这个可能啊。好，还有最后的1分钟。扣分了。反而对手和这前半程打的略显有一点点消极。是。漂亮。对方的这个肚子啊，已经被这个宣庆啊踢的也是通红。对方的这个伊戈尔呢是一个纯粹的拳击手，你看啊，他相较于这个宣庆来讲，完全没有推法。好，最后的时间，哦呦，什么情况？徐元庆的嘴啊，已经被打出血了。还是连续的踢腿，把控好双方的这个距离。但是过程当中，你看徐元庆不用着急，哎呦，呵呵最后1秒啊，徐元庆这一脚还踢得不错。实际上踢出这一脚之后呢，哨声已经吹响，但是并不犯规。好，比赛第2回合已经结束，还是非常的精彩。那双方第2回合的打法上来看啊，对方的这个伊戈尔还是重拳，对方几乎啊是没有腿法，是一个专精拳法的这么一个重炮手。但徐元庆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全面啊，我们的拳法、腿法通通都有，而且他的这个速度啊也是很快。好，这里稍作休息，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3回合的精彩对局。双方的拳啊实际上都挺重的。这个举牌小姐看起来并不是很专业啊。哈哈，这个应该是兼职啊。好，第3回合看一下徐元庆的表现。好，忘了说了，对方的伊戈尔赛前表示要2回合打飞我们啊。然而这个比赛到了第3回合，很多老外啊都爱吹牛啊，但吹完牛之后呢又不实现。实际上啊，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啊震慑你的作用。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他震错了人啊，震到了一个想做世界第1的我们的元庆。漂亮，是这样的连接。对，赵教练又举手了啊，又给比了个4。徐元庆还是要小心，因为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才是最关键的时刻。那很多选手呢，经常啊会在第3回合的时候翻车啊，因为这个时候会掉以轻心。前2回合我们看啊，从比分上来说，徐元庆是没有悬念，因为他的这个有效打击啊和他的这个精准度啊很高。对他来说，进内围有点尴尬。而徐元庆现在就是在移动端移动端打进攻，移动端打进攻，对，且打且走啊，对，侧着打。好，第3回合已经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啊，双方的体能啊，看徐元庆还是不错，这就是年轻啊。那反观对方的伊戈尔这个拳坛老将，他的体能下滑还是很明显的啊，看起来整个人哦呦很软了。拳怕少壮啊，这句话不是轻易说一说。虽然说对方的这个作战经验啊很丰富，但是徐元庆他这个冲劲啊更足。对，其实伊戈尔的拳还是很有质量的啊，就是在内围当中跟徐元庆还是有的一拼。其实
如果我们仔细看啊，就是徐元庆现在就是面部就是左侧眉弓区啊，还有颧骨区比较明显的红肿现象出现了。徐元庆继续打右手，分开。好，我们看还有最后半分钟的时间，对方的伊戈尔已经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啊。好，连续2拳，哦呦，这2拳点得很准啊！对方的眉骨已经被打流血了，哇，对方有点晃。通过搂抱来缓解时间。我的天哪！如果说徐元庆刚刚再打上1拳，我相信啊，完全是有 KO 的对手的这么一个机会。好，本场比赛很精彩，3回合的大战，双方选手呢是互砸了上百拳，很精彩。那对方是一个拳坛重炮手，那而徐元庆啊，则是一个拳腿法都是有专精的这么一个选手。好，最终的判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没有意外，因为徐元庆的这个打击力度和他的精准度啊更高。好，没有错，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的00后小将徐元庆再一次完成胜利啊！虽然说没有 KO 啊，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赢了，也是为他接下来的连胜啊又添上了1比1。相信啊，有朝一日他一定会超越死神方面。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拳法还真不弱于死神方面，而且综合实力很强。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他是全日本有史以来最嚣张的选手，每场比赛开始之前都要像抽风一样吐出舌头挑衅对手，所有人都对他厌恶至极。在连续击败2名中国选手之后，更是像狗一样当众吐出舌头挑衅中国观众。不仅如此，还当众扬言向所有的中国人发起挑战。还有哪个中国人不服？谁不服就举手，难道是没有吗？是不是都被我打怕了？我就在此守擂，谁敢挑战我，我就敢打死谁。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日本人看了难受，中国人看了享受的中日对局。啊，没有错，又是一场要打小日本子的比赛。哎呦，这个家伙在干什么？腿歪眼斜。好，没有错，这个贼眉鼠眼的家伙就是来自于日本的嚣张拳王枯井义。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连续击败了2名我们中国选手之后，这个家伙真的是无法无天，当众大放厥词啊！他表示说，谁不服谁就举手啊，谁敢举手上来我就打飞谁。但是他没有想到啊，刚吹完牛，我们来自于中国新疆的小伙沙姆哈尔立马是冲上了擂台。好，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不要少说。蓝方选手白色的短裤，来自于新疆的小伙沙姆哈尔。沙姆哈尔才21岁啊，很年轻。这场比赛他的对手就是红方选手啊，这个贼眉鼠眼的家伙枯井义。何度も勝ちと負けを繰り返しながらね、この自分のキャラクターも実力も磨いて今この場所にいますからね。ただこのやっぱ身体能力の高さ、あとこの堀江選手らしいこのそれね、だんだん有。对方这个小鬼子一上来打得很凶，沙姆哈尔的这个防守啊也很到位，头部护的还是很死。聖夜も環境を変えて随分長くなりましたね。そうですね、はい、本当に意を決してやめるという選択もあ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哦呦，哦，比赛才开始1分钟啊，哦，这个家伙就跪了下来。想跪想求我们不着急，一会儿打到你球上。哦呦，什么情况？应该吃到了对方的一个飞膝。好，一次读秒，但是没关系。那沙姆哈尔还年轻，而且他的这个恢复能力还是很好。好，比赛继续。場所によるですね、顎だったら無理だし、そうですね。聖夜のダメージ、森坂選手、これ心配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なんかガードかける、やっぱ首振んないのはちょっと危ない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か。なんでそこでガード固めるのかなと僕は思いますね。もっと首振んないと危ないですよ。はい。一定の位置にあると、こう打つ方はそれ狙い絞りやすいん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左とか右に動かすだけでも若干変わるんで、まあでもさっきの
好，连续的低扫。沙巴哈尔今天对于腿法上的运用还是很频繁啊，很简单啊，就是要踢折对方的这个狗腿。而且我们仔细看啊，这个枯井义的左腿啊已经是被踢紫了，再来，有效果。自分が前にそうです出た時に多分堀井選手が膝を伸ばして当たったって感じで、そこまで思った以上には、ダメージないこと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んなに残ってないのかなと。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も福島さん、期待するところまた増えますよね。堀井選手、野球部、青森山田の元野球部でしょ。名門ですよね。身体能力高いですよ。これ壁のように。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对方的这个左腿呀，我已经开始发抖了，还在踢。沙姆哈尔呢，完全啊不和对方去拼拳，我就踢你的腿啊，什么时候踢到你的狗腿断掉，然后啊躺在地上求饶为止。小伙战术还是很聪明的，主要是他的这个防守啊，确实是滴水不漏，对方的枯井义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枯井义的腿法呢很烂啊。好，没有错，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还是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枯井义呢，今天啊算是遇到了对手，原本是来打拳击的啊，没有想到却遇到了一个腿法高手啊，完全不给他发挥这个拳法的机会。好，所以说在第一回合呢，沙姆哈尔是吃到了对方一个飞膝，毕竟是在客场作战啊，所以说有点紧张的也很正常。你看这个飞膝吃的不应该啊，但好在沙姆哈尔他的这个状态啊和小伙子比较年轻，21岁啊，也就是20周岁，他的恢复能力还是很强。好，这里稍作休息，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精彩对局。沙姆哈尔呢在新疆是拿到过这个泰拳冠军，所以说他的泰拳能力还是很强，而且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大东翔搏击俱乐部，也就是和这个魏瑞啊、邱建良都是啊他的师兄。体力を手に入れたんだなっていうところを今僕感じましたね。そういうやっぱり練習すればそれだけ体力つきますから。はい。好，第二回合，对方的枯井义还是想拼拳。沙姆哈尔的这个拳啊，打完就走。哦呦，这一脚踹到了对方的脸上。好，小心。ちょっと蹴り当たりそうだなって。ちょっとガード開きましたね、今も。そうですね。油断はできないですね。ストレートのパンチは聖也です。好，连续的拳腿组合。这个日本选手怎么可以长得这么瘦？这个家伙好像一条细狗啊！连续踢腿。気持ちという点で負けないというのが聖也です。一度は4連敗でやめることも考えた。でも一番厳しい道を選んだというのが聖也です。左ミドルキック。ガードが高い。バックブロー、堀井。森坂選手、このラウンド堀井の動き自体はどうですか？沙姆哈尔这名选手呢，在我们中国啊，可以说是少有在防守上啊能做得这么好的选手。而且他的这个打法呢，非常的稳，可以说是完全不像21岁啊这个选手能打出来的比赛。好，又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双方的这个搂抱次数啊多了起来啊，是对方的枯井义呢，想打内围。哦呦，呵呵，这个腿法啊确实够劲儿。对方又来，你看，哦，我的推我的下巴。这个日本选手啊，一旦发现打不过啊，就有点这个耍无赖的这个意思。蹴りはよく出てますよね、森坂選手。そうですね。蹴りは上回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石川さんどうですか？残り50秒です。はい、そうですね。このやっぱり掘りてもらわないように意識してますよね。だからこの蹴りはもらってしまってはいるんです。堀井選手もこのせいや選手の頑丈さにはちょっと、あれ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とは思いますよね。ただそれをね補えるだけのこの堀井選手の身体能力の高さによって崩されないではいますけど、一発ダウンを奪ってはいます、堀井。赤いグローブです。タイムストップ。さあ両者これはクリンチに対して
ですね。2人に対して。これで、警告となりました。2度目です。さあ、試合は第2ラウンド。好，飞机，哦呦，对手有点晃，连续的砸击，哦呦，什么情况？哇，这个家伙连站都站不稳。哦，他还在骂人。好，裁判终止了对局。我的天哪，这个比赛没有想到啊，我们新疆小伙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的沙姆哈尔，那在最后一刻会用这一招啊 KO 对手，应该是个顶膝啊，把对手打晕了。连续的重拳追击让对方彻底失去反抗。对方很明显不服，但是事实情况下他确实输了。好，这个比赛打得确实精彩啊，确实解析。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这位来自于新疆的小伙，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精彩回放。哦，又是一个顶膝，而且这个顶膝还不一般啊，他是先做了一个前腿的低扫，破坏对方的重心啊，然后你看再跟上一个顶膝。连续的砸击让对方彻底崩溃。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中方小伙，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你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